比特币迎来4年一次重要的月线 MACD 黄金交叉，最近价格为什么却不涨？秘密藏在月线 MACD 指标里面的知识有哪一些重点值得我们去挖掘？今天视频来聊一下。历史上只要比特币月线的 MACD 指标2012年金叉的位置，后面也是有一波大牛市，2015年也是一波大牛市，2019年或者是2020年到现在2023年。现在这个 MACD 指标已经是在月线里面金叉了，不要去看空这个比特币啊。包括等下来跟大家聊一下为什么最近它价格不涨，有可能就是美元指数这个100附近是一个关键的关键。包括去年的时候 15K 或者是2万下方给家人们抄底，去年的时候也是因为这个美元指数一直在判断它的顶部会在哪一个位置，最终是猜中2004年、2005年跟2006年的这一个低点连起来一条倾斜的压力线，在08年、09年过不去，2015年跟2016年这2个高点也是过不去，所以这一条压力线是非常重要。等下来跟大家探讨。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或者有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过的朋友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帮你拉进 VIP 组，上面有更多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月线这个 MACD 指标，这一波初步牛市的行情，现在已经是把这个 MACD 给拉成一个金叉的结构。不过有一个重点啊，它现在还是在水下。那历史上在水下的金叉有没有？我们先看一下这个19年跟20年的这个低点，当时这个位置金叉的位置，我们可以对应到这一根 K 线啊，这是2019年6月份左右的一根金叉。其实一般金叉的位置就类似前面2天跟大家讲，在周线里面如果有看到死叉，它应该是买点啊。那在月线里面看到这种金叉，也是代表不一定是买点，有可能就是代表第一波行情初步牛市的行情已经是达到位，把这个 MACD 指标拉成一个金叉的结构，它后面要开始洗盘，所以也是最近为什么比特币不涨的一个原因。我们可以看一下19年的这个位置，它金叉的点位是在零轴的水上啊，也是说明整个比特币是在非常强势的一个结构。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洗盘到位以后，在这一根金叉的一个点位，我们可以看一下2020年的7月份，也就是这一根的位置，它金叉完以后，这边是不是也是有2根的洗盘？所以现在的 K 线，我个人判断时间可能不会像这个位置这么近啊，会有洗盘，就是每一次压回的点位，家人们尽量如果还有资金的话，我的观点是压回来应该要早买点。那还有一些重点，包括去年的时候有跟大家提到一个重点，历史上比特币在月线里面，它这个 MACD 指标时差柱状红柱放的时间一般是7至8根，月线里面7至8根有可能就可以开始抄底了，就是这一个点位，我们可以看一下对应的就是这一根最深的一个红色的柱状，它也是最长的一根，后面就开始缩住。其实抄底也是有很多指标，也是有跟大家讲过，不管是 KD 也好，或是威廉也好，或者 RSI 也好，在月线里面可以看一下价格在跌，它柱状在收缩，所以为什么去年也是能炒到这种低点，其实一路也是在炒，也是有爆过仓，但是最终有做对，不是有跟大家讲过，你如果错10笔做对1笔给我报未来，有可能会给你人生财富自由。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上的19年的这一个熊市，这边的一个柱状1、2、3、4、5、6、7、8，是不是也是8根？8根就是最低点，后面并没有背离啊，直接就开启一波牛市。然后我们来观察一下2015年的整个比特币的底部，其实也是一样啊，这边就放了7到8个，底部就是底部，后面也是有破低点，这个位置也是一个背离的位置。不过我们现在要思考就当下的位置，因为比特币现在月线里面的 MACD 指标是在金叉，那15年的这个位置金叉也是在水下啊，水下进行的一个金叉，很接近零轴的位置。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位置是在这一根，后面是不是也是有一根回调，是在区间震荡。所以现在的一个区间，我个人观点就是这样子，有可能这个位置也是区间在震荡。
震荡一段时间，到时候可能会不会柱状继续放，或者是缩住一段时间，把这一个 MACD 指标拉到这个零轴附近，只要整理到位，有可能分流的行情。会不会在10月份？10月份如果来不到，有没有可能，或者是10月份拉到零轴以上，然后再看到明年产量减半的时候，在零轴上方继续给我往上飙？目前的时间，我个人就是这样子来判断。到明年的4月份，会不会再来一波更大的一个上涨？所以现在月线里面观点就是目前是在箱体震荡。那最近我们要去观察一下这个美元指数，去年的时候猜在这一个114的高位。也是一路在猜美元指数到底是在哪一个位置。我个人是感觉美元如果是能猜到顶部，有可能就是比特币的一个顶部，因为他们两个也是对立面啊。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历史上其实2004年、2005年这是月线啊连起来的这个08年、09年的高点，这一条倾斜的压力线也是贯穿了长达10几年。那这一次114的高点，现在的一个观点是它目前趋势是一个空方趋势，只是短线前面有跟大家讲过，这一个低点下影线为什么支撑会这么强，就是因为在2020年4月份的时候，这边两个上影线的高位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支撑区，包括周线也可以明显观察一下，周线也是来了一个多方的吞噬，所以最近比特币不一定会大涨。另外前面也是有跟家人们讲过，这个低点我们去观察一下，它低点是100.78，然后上一次的这个低点我们去观察一下是100.82，所以在周线里面美元指数有一个低点破低的低点，但是我们看一下它的指标是在背离啊，包括 MACD 也可以观察一下， MACD 也是在倒压嘴，所以最近影响整个比特币不会大涨的原因，主要就是看美元会不会整理一段时间，然后下一步有没有可能去跌破这个100是关键的关键。然后我们来观察一下比特币目前的日线哦，这一根下影线既然是破箱体，当时在高位的时候也是有讲，有可能中线的买点，这上方是陷阱，画了很长一段时间，就是能不能破这个箱体的位置才是一个很重要的买点。那既然这个下影线现在是收上来，昨天是有讲到要去观察一下最近每天的收盘，它如果能收在这个影线上方，说明这个影线打出来或者是买上来的资金是有实力的资金。然后我们去观察一下目前比特币它这个5天的均线还是有一点压力啊，就这2天看能不能在这个位置继续震荡，把这个5或者是10，也不排除它会不会再测，盘中会不会再测这个下影线，但是收盘我们要去留意，收盘如果能收在这个影线上方，有可能说明这个位置支撑就是非常强的一个支撑区哦。然后我们来判断一下就比特币短线目前的一些压力区啊，首先观察一下这个区间就几个低点的位置，这一个下影线的低点，这个下影线的低点，包括这个区间，因为是在这个位置正式跌破，那现在昨天这个上影线反的位置，短线是有一点压力，大约是在$27,200。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压力是在这个位置啊，这一条线，这一个高点的位置跟这个高点的位置，就是这一根跌破的位置，它的上影线位置大约是在28.8K。最后还是一样，可以点我们的 YouTube。